中共这个政权快撑不住了。这件事我之前已经单独做过一期，今天就不重复论述了。这集我们只在那个前提上问一个更现实也更残酷的问题：如果他真到了撑不住的那一步，他会不会把台湾拉进来，把社会压不住的内部矛盾通过打台湾来释放多数人不满的情绪，当成最后一把续命的赌注？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隐隐的担心，这种担心不是凭空吓自己。历史上任何一个要垮台的集权既得利益集团，本能反应都很像，能拖一天算一天，能骗一天算一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就赌一把，只要自己还能坐在那个位置上，代价有多大，总会有人愿意去试。因为那些代价大多不是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而是由大部分百姓来承担。发动战争后，不管政权能不能得以稳固，至少趁战乱大家伙还能多捞几年，然后把自己人和财产都送出去。以前还要顾及下政权稳定和自己利益的强绑定，现在他们反而会在最后这段失控的时间里更加毫无底线，更加毫无顾忌的再狠狠捞一把。这不是我在无中生有，而是几千年中国王朝轮回里大部分官僚心态最真实的底色。至于天下要不要乱，谁来当皇帝，打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是其他人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权利和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等改朝换代了就很难再有机会了。所以这集我不是来制造战争焦虑，更不希望两岸同胞真的有一天走到互相开火。每个人的生命一辈子只有一次，不管谁坐在台上博弈，谁在那边喊公平大义，那条死去的命对那个家庭来说就是世界塌了。对生命的态度不能变成键盘上的一句口号，该打就打，谁怕谁啊。这类话说出口很轻松，但真正要扛后果的从来不是发动战争的掌权者。也正因为这样，这个问题我没办法用一句中共敢不敢打糊弄过去。放下口号，冷却情绪，认清现实和风险，才是对两岸同胞的生命和生活最起码也是最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先不急着下结论，先看一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在他们眼里，这只是大家想太多，还是已经被写进国防报告，在会议上一遍遍被当成需要严肃对待的警报。先看美国，拜登在2022年大陆对台大规模军演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他担心的不是那几天的军演本身，而是这种持续升级会提高误判和冲突的风险。白宫发言人当时也在记者会上反复用几个词：挑衅、不负责任、提高误判风险。重点都不是今天一定要开打，而是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迟早会出事。美国军方更直接，现任印太司令帕帕罗这几年在公开讲话和听证会上一直在敲同一面鼓，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越来越激进的动作会把整个地区推向一条链条，事故导致危机，最后导致战争。他的核心担心还是两个字：误判。不是说明天就开战，而是说只要这种高强度对峙持续下去，迟早会有一次出手，是谁都收不回来的。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本来是最不想卷进台海的，离得远，旁边又有俄乌这个大坑需要填，但现在态度也越来越严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在欧洲议会专门讲台湾议题的时候，直接说台海稳定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同样至关重要。他一边呼吁各方避免升级，保持透明沟通，目的就是压低擦枪走火和误判升级的可能性，一边还提到让欧洲海军在台海展现存在感，意思很清楚，这不是一个离欧洲很远的局部小事，而是整个欧洲安全版图的一部分。再看日本，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最出圈的一句话就是那句：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这不是文青感慨，而是他在G7在国内外交演讲里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当一个内部外部压力都很大的专制政权选择动武，最先被殃及的往往就是旁边的邻居。而在东京的视角里，这条防线的关键节点叫台湾。首相就任时间我们再往前推，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1日参加台湾国策研究院在线演讲时说的原话：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之后被日本政界、媒体、学者反复引用，逐渐变成讨论台海问题时的关键词。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里已经把话说得更白，一旦台海真的爆发冲突，那对日本来说不是关心别人的战争，而是生死攸关的安全危机。换句话说，在日本决策层眼里，台海这条线
已经从地区问题升级成日本自己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些有分量的政治领导人和高层官员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站出来说中共一定会在崩溃前打台湾，但几乎所有人已经把中共在压力之下可能误判、可能铤而走险，当成一个需要严肃准备的真实风险，写进国防报告，写进外交讲话，而不是当成一个用来吓老百姓的噱头。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会在屏幕前破口大骂，别被他们忽悠了。美欧日这些政客最会煽风点火，炒危机，顺便加军费，给支持他们的军火商送钱。尤其是日本和德国想借此机会恢复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对世界图谋不轨。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政客有自己的利益，这点我们要诚实承认。预算要过关，要说服国内纳税人多掏军费，选举要赢，安全和威胁永远是最好用的竞选话术之一。在国际上强调台海风险，也有利于把盟友绑得更紧，而且他们更乐于见到中国真的和台湾开战，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你反过来冷静想一想，一旦台海真的打起来，对他们就是稳赚吗？我的看法是未必，甚至可以说，台海一旦失控，对美国来说不是看别人打，而是整个印太战略被拖进一场长期消耗战。军费确实会上去，但盟友信心、全球金融市场、美元体系全都会被震荡，导致资本家和财团们第一个跳出来骂粮。对于日本来说，更不可能是在后面加油助威，而是自己南西诸岛、冲绳直接暴露在战火和导弹威胁之下，难民涌入，补给线被切断，防空压力、后方保障全都压在日本本土身上。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还没收尾，如果亚太再开一条战线，能源、贸易、航运、保险成本一起飙升，自己已经不太好过的经济还要再挨一拳。所以美欧日这些领导人一边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台海风险，一边心里其实也非常清楚，那真要动起来，他们自己也要付出巨大代价，绝对不是坐在安全距离看别人演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们现在做的更像是两件事，一方面用台海有风险去说服国内，我们必须增加军费，调整部署，做好准备，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算计。另一方面也是在给所有相关方敲警钟，我们看见了风险，我们会做准备，但我们谁都不希望那一天真的到来，防患于未然才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讲清楚这一层，我们再把镜头焦点拉回北京。既然外面这些国家都已经在严肃对待台海风险，那问题就来了，中共自己呢？早在1949年，新华社就发表过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把解放台湾当成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同年年底，中共中央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里，干脆把解放台湾写进了解放军1950年的既定任务。也就是说，从建政一开始，台湾就被写进了这套政权的政治叙事里。中共外交部屡次对外公开喊话，对于台湾问题，他们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学生从小教育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个口号加教育口嗨了70多年。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导弹演习，抢滩登陆演练，一轮一轮做。为什么一直停在喊和演，迟迟没有跨过真正开战的那一步？很多人这时候自然会问一句，既然中共这么爱过嘴瘾，那为什么不干脆打一仗了结？这样也没人再笑话他是只纸老虎了。是不是他根本不敢？还是说其实骨子里就没打算真打，只是拿台湾当一个长期口号来用？如果我们只是用敢不敢来解释这件事，其实太儿戏了。站在中共高层自己的角度，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打台湾这一仗是拿中共这个政权去赌，说的直白点，是拿中共政权强绑定的各方利益集团的利益去赌，再加上高层的脑袋和牢房里的无期徒刑为筹码。赌赢了，就算经济烂，老百姓穷，甚至死点人也都无所谓。就算党国可能会完蛋，至少还能苟活几年，自己的资产还能顺利转移到海外，家人、二奶、私生儿女还能提前送出去，临走之前再尽情的放纵捞他一把，可保自己和家人的后半生几辈子荣华富贵无忧。但一旦政权翻车，前面的所有全都清零，甚至还要被算总账，整不好还得用命背锅，要荣华富贵又有何用？所以他们看武统台湾，从来不是网上那种热血式的逻辑，怕不怕美国，怕不怕小日本，党国颜面何在，统一乃千秋伟业，那都是用来忽悠义和团式粉红营造的错觉，有党国为他们撑腰，
真相是冷冰冰的2句话，一切都是以赵家人利益为核心考量。打赢了，政权会不会更危险？还能多活多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打输了，是不是马上就完蛋？先看他们心目中的打赢，最理想的剧本大概就是解放军打过去，把台湾打趴，宣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国内一片欢呼，宣传机器可以把这一笔写进党史，写进教科书，看起来很风光，对吧？但只要往下算细账，就会发现这个风光代价大到他们自己都发虚。战争一开打，美欧日制裁几乎是铁板钉钉，贸易、高科技、金融、能源、航运等等经济命脉都会被连锁打击，外资加速撤离，供应链彻底出逃。中国经济的3驾马车，核心就是靠外贸和外部投资拉动，咽喉处被切一刀，老百姓要是生活水平严重降低，失业率升得过高，社会矛盾急剧膨胀，连锁恶性事件频发，那老百姓迟早造反。别忘了，中共自邓小平执政起，中共是用经济成绩换取的统治合法性。就算军事行动结束了，问题才刚刚开始。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要整合，要改造，要维稳，你得长期砸钱、砸人力、砸警力，把一个原本生活水平很高、社会组织能力抵抗很强的地方，硬压进一个他本能抗拒的体制里。就算重新给台湾人洗脑、驯化台湾人，那也不是2、3天的事啊。对中共来说，那不是什么多了一个省，而是多了一块长期流血、永远不稳的伤口。换句话说，打赢了，他们拿到的是面子加一个高成本炸药包，付出的是几十年级别的经济出血，外加国际环境全方位彻底翻脸。从保证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显然不划算的交易，巨大的利益跟不值一提的面子，相信你还是分得清，忽悠一下粉红小可爱就得了。再看打输或者打成一团烂仗，不需要输得多惨，只要出现几个情况，登陆受挫，被全世界看着在海上滩头吃瘪，战线拖长打成消耗战，美国、日本不同程度介入，伤亡数字持续往上跳，棺材一口一口抬回去，国内舆论很快就会从热血沸腾变成冷静算账。为什么要打？谁拍的板？这仗到底值不值？党内那些本来就看你不顺眼的人，会不会抓住机会反扑？还有被中共骂的境外敌对势力，会不会趁此良机杀回来？就算杀不回来，肯定也会大做文章。周边还有俄罗斯等国虎视眈眈。别忘了，俄国曾经侵占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军队里面会不会有人开始质疑最高层决策？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没钱了，暂时还要扛财政、扛动员、扛维稳，怨气会不会一层一层往上压？到那一步就不是丢一场仗的问题了，而是政权随时可能被颠覆的问题。对中共这种对政权不稳的恐惧大于一切的统治集团来说，打砸了这一条分支，几乎就等于给自己写遗书。所以你把这2个结果放在天平上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那个真握实权的人，心里其实非常清楚，打是拿整个中共政权去赌，打赢得不了多少实质好处，还可能导致政权活不了多少年，打输很可能一夜之间全盘崩盘。从利益角度来说，谁会轻易去打？反过来，不打，只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下，继续喊口号，继续在课本、地图、考试里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继续在媒体上高频挂统一大业这几个字，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内好处是需要动员情绪的时候，随时拎出来炒一波民族主义，继续培养义和团式小粉红基本盘。经济有问题，制度有矛盾时，总有人会被国家还没完成统一，先别计较这些的话给压回去。对外好处是一边和台湾做生意，吃台资，利用各种经济互赖，一边用军机绕、军舰绕、导弹演习、登陆演练，让美欧日和台湾都无法完全放心，成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谈判筹码，让台湾长期处在一种有危机感又不敢彻底独立的模糊状态，什么都没真赌上，但好处没少拿，这张牌还始终握在自己手里，想晃一晃随时可以晃一晃。综合风险和收益一算，中共高层的赵家人心里非常清楚，一直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直在教育体系和宣传里做嘴上的统一，脑子里的统一比真拿子弹去统一安全得多，也划算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从1949年那篇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社论开始，到今天层出不穷的对台讲话，但那条真正走向全面战争的红线一直没人愿意跨过去。在中共过去那套集体算账的权力结构里，一直喊
一直教，比真打更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选择。讲到这里，此时很多人心里都会蹦出同一句话：你前面讲那些都是集体时代的逻辑，可现在是习近平个人独裁啊，他军权在手，又想千古留名，人也上了年纪，万一哪天脑子一热，真就打台湾了怎么办？这个担心我完全理解。网上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两种极端说法，一种是他疯了，为了千古留名什么都干得出来，另一种干脆反过来，他就是个蠢货，根本不配当台湾的对手。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听起来很解气，但都低估了风险，也低估了对手。先讲一个冷冰冰的现实，习近平能在党内那种等级森严、内部斗争极其残酷的体系里一路熬上去，当上1号位，他绝对不是段子里演的那种低能、精神错乱的形象，更不是被恶搞到一无是处的草包。这个系统选人的标准未必是聪明、善良，但一定是能熬得住、敢下狠手、精于权谋、会拉帮结派、会斗争、会清洗对手，能掌握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平衡。在这样的环境里，光会装疯卖傻，草包是不可能爬到最上面的。他学历不高，这是事实，但学历不高和不会算账完全是两回事。从他上台到现在，几件大事你往一起一看，反腐、军队重组、对民企动手、舆论全面收紧、对外强硬，背后其实是同一条主线，把原本分散在各个系统、各个派系手里的权力一点一点收回来，尽可能集中到自己这边。这不像一个精神错乱的草包，更像一个安全感极低但非常清楚自己目标的统治者。这也是我们判断台海风险时最麻烦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点。他既不是那种只看数据、冷静到像机器的技术官僚，也不是那种完全失控、随时会翻桌子的疯王，而是一个在集权逻辑下极度在意历史地位和个人权利安全的最高统治者。从他的视角看，打不打台湾这种级别的问题，绝不会像网上那样是心情、面子这么简单。他看到的是两条命，一条是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后党史怎么写他，能不能压住党内外对他的所有质疑，能不能留下一个可以和矛盾并列的历史功绩。另一条是中共这个政权的生命，在国内经济下滑、社会不满、国际围堵的局面下，中共能不能继续撑下去，会不会在他任内爆出系统性危机，要不要用一次民族大业重新塑造合法性。在这样的心理结构里，台海这张牌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长期筹码，而是一个既有巨大诱惑又带剧毒的选项。动用它有可能换来千古一帝统一者的名号，动用错了很可能变成压死政权，也压死他自己政治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到这，有些人还是要和我斗嘴，表示不服气。习近平年纪大了，人到了这个位置、这个年纪，很难不去想一句话：历史会怎么记住我？这会放大他对千古留名的执念，但并不代表他就会完全不要命、不要权。毕竟，只要台海没开战，他在中国境内就是天子。一旦把战争搞砸，哪怕当场不倒台，后面那几年，他和他的家族也要活在一个极度不确定、随时可能被清算的阴影里。所以，把他简单想象成为了留名随时开打的疯子，其实是一种逃避思考；把他当成被人操控的蠢货，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轻视。更贴近现实的看法是，他会非常认真地算这笔账：打台湾能不能稳住他的统治，能不能压住党内外的压力，能不能让他在党史里做到一个别人难以撼动的位置。如果那本账上写的是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哪怕他再想留名，也会犹豫，也会拖延，也会用各种方式掩而不打。他要保的永远是中共政权和自己的权位，还有避免被血腥残酷的清算。好，就算你说的前面都对，集体和习近平个人领导时期，在评估风险和收益后，都不会真打台湾。假如哪天中共快撑不住了，也就是说，当内部压力大到某个临界点，经济撑不住，失业上升，社会情绪发酵，党内斗争又抬头，他会不会有那么一刻觉得反正不赌也是一路往下滑，不如用一次大动作把所有人都压上战车。在那一刻，他不需要疯，他只需要说服自己一句：现在是最合适的窗口期，我是在为历史担当，历史会理解我。这些话听上去特别有道理，但你冷静想一下，会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它假设中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还有这张牌可以用。可一个政权真到了崩溃临界点，到底还剩多少弹药，多少控制力，多少可以随便挥霍的筹码？这个问题没想清楚，就直接说肯定会打，
其实也是另一种听起来吓人，但逻辑很粗糙的想象。我们先把一个现实摆在桌面上，快完了这种状态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子。第一种是上层自己感觉到危险了，但基本盘还在，军队还能动，财政还能勉强支撑，社会没有大面积乱，只是内部矛盾积累，增长见顶，精英外逃，信任崩坏。这时候确实会有人动要不要打一仗转移内部矛盾的念头。在这种状态下，打台湾续命这条线有可能被提上讨论桌。第二种是真的走到系统性崩溃的边缘了，财政没钱，军队心思各异，地方各守一摊，社会已经乱象丛生，大家都在想的是怎么自保，怎么退路。这个时候你再说打一场高难度跨海战争来续命，就有点像一躺在 ICU 床上的病人说要上台跑100米拿金牌，想是可以想，身体根本扛不住。很多人口中的临终前一定会打台湾，其实是把这两种状态混在了一块儿，把感觉到危险直接等同于彻底崩盘前1秒。可对中共来说，恰恰是在那种还没病入膏肓，但已经明显往下走的阶段，最容易动要不要搞个大动作的念头。等到真要散架的那一刻，反而连打的条件都未必具备。一句话钉死这个逻辑。一个政权到了崩溃边缘，最缺的往往不是决心，而是还能折腾多大动作的能力。决心再大，能力不够，打台湾这种跨海大战，还有美国、日本的协防，欧洲的经济援助，只会从转移矛盾变成提前自杀。再说回来，打台湾续命这个逻辑本身也有大问题。你说一个政权快撑不住了，想转移矛盾，重新凝聚人心，可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一定要选打台湾加可能牵动美日欧的这条赢了成本最高，失败风险也最大的路？从续命的角度看，统治集团完全可以选一条危险小得多，操作空间大得多的路，比如加码内部斗争，找几个卖国贼、金融寡头来整，把经济崩盘、财政黑洞、社会不满都甩锅给他们。对内照样可以镇压，可以恐吓，还不用跟美日正面刚。历史上看，这种早替罪羊、加大清洗的路，成功率反而比打一场对外大战高得多，而且更可控，成本也更低。换句话说，快完了就一定打台湾，是把转移矛盾这4个字想得太简单，好像只有一条路，叫对外开战。真正在上面坐着的人，不是大家想象的低能儿，他们会算账，我能不能用成本更低、可控性更高的方式搞续命，而不是直接选一条最容易把自己搞死的路。还有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战争不只是统治者决定打不打，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军队愿不愿意打，敢不敢真拼命。你说一个政权快垮了，军队会变成绝对服从、一步不差的铁板一块，还是会开始多想一句，有没有可能死在战场上？要是这一仗要是真输了，我回去还有没有饭吃？还有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在那儿给我发工资？历史上很多所谓临终一战的案例，最后决定效果的都不是领袖一个人想不想打，而是下面的人有没有那个士气和共识。中共这几十年的军队情况，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腐败也好，钱权交易也好，不少高级军官的家人资产在海外，这是半公开的秘密。甚至还有美国议员提议要公开中国权力高层在美的财产。真到了为政权续命，打一场可能输得很惨的跨海大战的时候，军队内部会不会出现阳奉阴违、消极应付，甚至静观其变？这个风险中南海自己最清楚。打台湾续命这4个字说起来热血，真到要签字、要发令、要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将领和他们的家人，要让自己的孩子、核心圈子也一并上战场的那一刻，心里那道坎不是一句千古留名就能跨过去的。最关键的还是那笔总账，打台湾能不能真的续命，还是只是把死亡时间往前拱？你看阿根廷当年的福克兰战争，军政府当时也是一滩烂账，内部腐败，经济崩盘，民意低迷，选择打仗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转移矛盾。短期看，民族主义确实被激起来了，街上有人欢呼，旗子都挥起来了，但一仗打输，军政府倒台的速度比很多人预期的都要快，可以说是用战争加速了自己的终结。也就是说，用战争转移矛盾本身就是一根高压电线，你要么精准使用，要么就是拿自己的命在试。对中共来说，台海又不是一个可以打一场小胜仗就收手的战场，它一旦动，牵动的是美日，牵动的是全球供应链，牵动的是整个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架构。从保命的角度算，真的到了崩溃临界点，这未必是最优选项，更多时候反而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
我的判断会比较冷静一点，总结成3句话。第一，中共往下走，往整体失控的方向滑，这是一个大趋势，这点不用自欺欺人。第二，在某些阶段，特别是内部压力很大，社会情绪不稳的时候，台海风险确实会抬升，因为决策层赌一把的诱惑会变大。第三，但从整个权力集团的治理角度看，必然会打台湾续命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只要他们脑子里还有那本风险大于收益的账本，只要还有其他更便宜、更可控的续命方式，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在内部说服自己，这张台湾牌能握在手里晃，就别真打出去。而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他们一定会打，而是在某个节点上，他们可能算错账，以为这账能救命，实际上却把所有人一起拖进深渊。所以这个问题真正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地方，不在于会不会100%打，而在于在误判加诱惑加权力高度集中的叠加之下，一件本来不该发生的事，会不会被推成一种不能完全排除的可能。这就是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轻描淡写的那部分风险。上面的人一旦在这种结构里算错了账，代价从来不会只落在他们自己身上，被卷进去的不是中南海，也不是台北的那几栋大楼，而是两岸每一个只想把日子慢慢过下去的普通家庭。你可以先想一想现在最普通的一天，台北早晨的街口，有人一边骑机车一边打电话抱怨老板又加班，薪水还那么低。厦门、福州的街边，有人站在路口吃早餐，刷着短视频，看今天又出了什么新闻。无论两岸今天有多大隔阂，你很难否认一件事，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差不多的食物，文化同种同源，很多传统习俗两边一模一样，过的是同样的节日。很多家庭本来就一边在大陆，一边在台湾，这一代人的命是绑在同一段历史上的。如果有一天两岸真被推上战场，在战场另一边的人很大概率长得跟你差不多，说着你听得懂的口音，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听过的歌，甚至可能和你是同一部。到那个时候，那些曾经在网上吵得面红耳赤的标签，舔共、战狼、小粉红、台独，不会帮任何一个人挡下一颗子弹，也不会替任何一个家庭多出1分钱抚恤，只会留在历史的截图里，让后来的人看着觉得荒唐又难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这些平常不过的画面不会慢慢褪色，而是一下子被打断，手机上的推送从房价、综艺变成红色的紧急通知，你熟悉的那个巷口不再是早餐店的油烟味，而是救护车的尖叫，孩子的书包里不再只是作业本和铅笔盒，多了一张写着家长电话的纸条。老师会说，万一出事，你们一定要跟着大人走。地图上的一条线，在新闻里叫台海中线，一旦被打破，它的中文翻译只有4个字，回不去了。有人会死在前线，他的名字不会写进历史教科书，只会出现在一张冷冰冰的通知书上，被家人小心翼翼地夹进抽屉里，一辈子不敢再翻开。有人没死，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失去一只手、一条腿，走在街上，看起来和别人没有两样，只是每次放烟花、打雷，他比别人更容易发抖，晚上做的梦也比别人更难醒。更多的人不会死在炮火里，而是死在一场很长很慢的战后。经济大环境一蹶不振，工作没了，房子卖不掉，通胀越来越严重，物价一点点往上爬，存款一点点往下掉。曾经以为稳稳当当的幸福生活，突然变成了要跟亲戚借钱，为了孩子学费和下一顿饭发愁的那种窘迫。我们这几年在新闻里看到的俄乌战争，已经给了所有人一个很清楚的样本。开打之前，电视里讲的是安全边界、历史责任、民族大义。开打之后，画面变成了拎着孩子小手，拖着箱子往边境跑的母亲，拿着塑料袋站在废墟前的老人，低声说：“这里原来是我家。”孩子在地下室里写作业，蜡烛一灭，黑暗和炮声一起压下来。他们开战之前也是在网上吵，骂政府，骂对面，骂现实，也以为反正轮不到我，大事自有上面的人决定。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就是那个被决定的人，是政治口号里那个抽象的代价。两岸之间有很多地方可以吵，可以分歧，对历史怎么看，对制度怎么选，对未来往哪走，都可以争，可以辩，可以互相看不顺眼，但有一条线不应该被轻易跨过去，不要把让自己的同胞上战场当成任何一种问题的答案。所以这期节目，我不是要说服你相信中共一定不敢打，也不是要吓唬你说明天就要打起来。我真正想说的是一句看上去很小，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话，
不管你现在身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你支持哪一边的政党，哪一种制度，在要不要打仗这件事上，我们最好能站在同一边，尽一切可能让战争永远只停留在推演里，而不是落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里。不是要替谁洗白，也不是要替谁定罪，只是想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在所有那些宏大叙事、民族情绪、历史使命之前，先记住一件事，每一个坐在屏幕前看视频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只想平安过日子的家，哪怕有一天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我们至少还有一件事可以做，不要在言论上给任何一边的同胞互打、同胞鼓掌，不要把去死打过去，全给我炸了当成一种幽默，不要帮任何一方把对岸普通人塑造成该被消灭的敌人。你可以支持中共，也可以反对台湾当局，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件事上站在一起，反对任何组织动员两岸同胞互相残杀，因为死在前线的是普通百姓，被炸烂的是普通人的家，战后几十年在废墟里苦苦重建的还是普通人。中国同胞不打同胞，至少在我们的嘴巴里，在我们的键盘上，可以先做到这一点，不为仇恨添柴，不给战争鼓掌。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战争的残酷性，最终是由两岸无数个普通家庭最终承担。